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解读的题目是：最近有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吗？为大家准备5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原味夹心饼干。第二个选项是枫糖夹心饼干。第三个选项是奶油夹心饼干。第四个选项是烤苹果夹心饼干。第5个选项是草莓夹心饼干。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截取觉得自己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哦。那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或者是留言给我，我会尽快回复大家。OK， 那我们开始吧。好，我们来到第一组，选择原味夹心饼干的朋友，你在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先用雷诺曼牌，出一张有关于最近会有一些状况的主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先来特定一下主题。那雷诺曼牌我们就不分正反，只是洗牌的时候还是会有正反的部分，但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转正。来看一下是相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OK， 出现 Lily。好，摆旁边。那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主题，我们来看一下，现状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然后障碍，然后最后来一个建议牌。先来看一下现状，关于这个问题、这个事情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会出现或产生什么样的危机呢？最后，来看一下障碍和建议。是障碍，好。那最后
来看一下建议。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哦。那 Lilith 它会有2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呢是有关于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方向是有关于学习一些技能、技术的，或是兴趣。那我们今天2个方向，我们都来为大家解说一下。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有关于亲密关系。我会觉得呢，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有关于亲密关系接下来需要注意的事项的时候，目前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个可能很在意的人，无论你是不是跟他已经有在交往了，或者是你们现在只是处在于一个暧昧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对于他的一个心情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而且是真心的很喜欢、很憧憬这个人的。那可是呢，当你们要面对可能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例如说可能牵手、拥抱，或者是在更进一步的亲吻，好像更之后的事情，我会觉得会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感觉，因为魔杖2代表没有办法开始，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始。那么障碍是什么呢？障碍是我会觉得这个障碍，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可能你现在面临对于他的一个心情是很纯粹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有点犹豫，有点混乱，就觉得说你们2个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到可以再更进一步亲密关系的一个状态了吗？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内心是一个非常混乱然后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第一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与空间，去思考到底你们2个目前现在的一个关系、一个距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一个距离。那再来就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无论你跟他现在的可能交往有没有交往，然后名义上面或是以往你自己的坚持，我们都先放一边。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你是想要再跟他更进一步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还是说如果你真的无论你跟他之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名义，如果你真的决定你就是要跟他更加的亲密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放开你的心去接受也可以。那可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思考过后，你觉得还是不适合，那我会认为你不要一直去拘泥或是坚持你一定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得到他的心。我觉得出现这张也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会有点强迫自己，即便你不喜欢，你还是觉得那我就跟他牵手，
我就跟他亲吻。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你自己的内心有没有觉得不舒服，有没有抵抗的，可以吗？好，那如果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都是已经，例如说可能正在交往中，甚至已经结婚了，那没有其他的不妥，例如说像年龄上面的不妥，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不妥都没有，那我会觉得其实你可以多放开你的心，去接纳他可能更进一步的，例如说拥抱啦或亲吻，甚至更后面的发展。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你甚至可以多再多给他一些你自己觉得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个 sign 给他，告诉他其实我已经是准备好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可以更进一步的。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你不要被自己的一个框架给拘束住，然后也不要被这段关系给控制了。单纯就是你自己觉得如何，你自己觉得 O 不 OK？ 然后第二点就是有没有什么是真的不行的，如果有那就不行，那我们就勇敢的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觉得还不是时候。但相反，如果你觉得 OK 了，你觉得现在就是时候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多表达出你觉得我们现在是可以更进一步的这个讯息，或者是你甚至可以比较主动一点的去怎么讲，去表达。OK， 好。那第二层呢，第二个方向是有关于学习一些技术、技能，或者是学习一些兴趣相关的一个主题哦。出现这圣杯随从，我会觉得你应该可能一直以来都有一件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一直以来都觉得很憧憬，但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例如说学习画画，或者是拍照，或者是去做空中瑜伽，或者是攀岩等等。那也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去考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执照都有可能哦。但是呢有可能之后会出现一些障碍问题，让你没有办法开始，或者是你一直迟迟无法开始。好，这有可能是半途出现一些问题，让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你一直以来都想，但是却没有踏出那第一步。OK， 那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可能原本已经都打算好了要去学，可是突然之间有一些问题让你没有办法去学习这件事情，或者是让你去执行你要做的事情，你的梦想的话，我觉得你会呈现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就是糟糕，我的计划被打乱了，然后你就会呈现出一种很焦躁不安，然后不平衡，身心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你会就开始懵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觉得你到这个时间点，你会想说，那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我到底真的要去做吗？你会开始怀疑自己，因为一直都没有办法开始。那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倾向，其实你都应该要放开自己的一些坚持。例如说，其实有一些障碍其实也无伤大雅呀，只是时间稍微往后推迟了一点，但那不代表什么。
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可以在把自己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欲望跟热情，把它给拿出来。OK， 那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六花都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趋吉避凶，好吗？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好，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枫糖夹心饼干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先来把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主题，用雷诺曼牌抽一张牌。那雷诺曼牌它是不分正反的，所以等一下无论是正反，我都会把它给用正向的正位的方式来做讲解。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抽4张牌，先来看一下你现在问题的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的它的现状。你先来看一下现状。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危机？接下来是障碍，最后是建议。OK， OK， 我们来解牌吧。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出现了老鼠 （mice）。出现老鼠的话，我会觉得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件事情正在小心翼翼的计划着？你可能在计划一些什么事情，或是在忍耐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大众塔罗，所以我没办法帮每个人特定。
那可能请你自己去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最近一直在忍耐？例如说，假设是说，有一笔钱你正在努力的想要还，那你在努力的存钱，或者是你计划着，例如说可能计划着想要分手，计划着想要离婚，又或者是说你现在在工作上其实一直在忍耐，然后你想要之后可能过完年，可能想要离职，或者是提出看可不可以加薪。那问题就来了，问题是说，我觉得你接下来会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去做你现在忍耐，然后之后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他会没有办法有行动，没办法完成哦。那这个比较麻烦，就是你会觉得，天哪，我已经忍耐这么久了，可是当我开始要去执行的时候，我却动不了。那我会觉得不能够执行，或者是不能够顺利的点，在于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想很多了，你已经有做很多的努力了，而且是长时间来一直都在做这个努力。可是出现这个倒着的倒吊男，有可能是你虽然想很多了，可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些点你是没有准备的。例如说，假设你要还钱，那你会不会利息的部分算错了？或者是说，领钱，就是例如说可能，工作然后拿薪水的那个时机点你算错了之类的，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长期的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例如说假设你要跟人分手或甚至离婚，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你没有想到，有一些点你没有考虑到？OK， 可能你自己可能要重新全盘的顺一次，或者是如果你自己想已经整个就是想不通想不透的话，我建议你可能要找旁边的人协助你，一起去想到底还有哪里不够，哪里没有计算进来。那我会觉得你可能要把这个实行的时机再往后推，再往后延哦。就是可能在你原本的计划的时机点，你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还有一些漏洞没有处理。即便你已经想了很多，而且你已经准备了很久，那就现在的状况而言，你在你预计的那个时间点是不适合动作的 ，OK 吗？如果你一动作就会很糟糕哦，因为老鼠就代表是说一个隐藏的敌人、隐藏的事情，它埋伏着，等到那个时机点到，或是你一触发它的时候，就会形成灾难，所以要非常小心哦，好吗 ？OK。OK，虽然今天的一个导读比较简短，但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如果有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请尽快的去找出原因，找出解决的方式，然后再重新的定定自己行动的时机，会比较好一点。OK，那祝福你可以顺利的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好吗 ？OK，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好，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奶油夹心饼干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我们先用雷诺曼牌出一张卡片，代表这一次的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那雷诺曼牌呢，我们不分正反哦。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情，它的现状，然后之后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危机、障碍，那还有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先来看一下现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那障碍是什么？最后是有关于宇宙来的建议。OK， 我们来解牌。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你需要注意的人事物是什么？是 dog， 所以我会觉得是有关于你的工作伙伴，或者是你好朋友，那甚至是你的人生伴侣，就例如说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男朋友、女朋友。目前对方的状态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哦，就是做事很有效率，又利落，然后不拖泥带水，而且聪明、快、很准。所以其实他目前状态看起来感觉是不错的，但是你之后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或者是他接下来会发生一个事件，就是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可能就下了决定。或者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他没有公平公正，就有偏颇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问题的症结点是来自于你们两个其实在根本的一些
在一些三观，在这个事情的三观的一些处理事情的点上面是有一点误差的，有点落差的。那，宇宙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你这边啦，我觉得你这边自己可能也要稍微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沟通，其实真的是还真是没必要。有一些确认是不是真的，其实没有必要啦。宇宙是说，其实有时候结果论最重要，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能够顺利的进行，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先不用跟他发脾气，就是他先下决定了，你先不要跟他发脾气。如果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搞砸了，你再跟他发脾气，可能会好一点。那再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觉得其实你有时候你也不用事事都要经过他的允许，或是事事都要他确认。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我会觉得是说，今天这个牌面的结果，我会觉得可能大家要稍微把自己的心态调整成，就是比较结果论，就是结果好那就好，但如果结果不好，那大不了我们 double 就是双倍的发飙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能自己也要稍微调整一下。那先看他这件事情处理的有没有 OK， 有没有顺利。如果不顺利，我们之后再来算总账都还来得及，好吗？ OK， 那今天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你跟你的好朋友或是好伙伴，或者是你的伴侣，能够好好的沟通，达到一个平衡哦。拜拜。好，我们来到第4组，选择烤苹果夹心饼干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我们先用雷诺曼牌抽一张，有关于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先来抽一张主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用塔罗牌，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主题，它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然后障碍，还有宇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哦，来看看哦。好，我们先来抽一张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现状。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然后关于这个危机解决上面而言，就解决上而言，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障碍？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哦。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关于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需要注意哦。那出现了这张 Fish 鱼的牌，这张牌呢，基本上在雷诺曼牌里面，它就是代表财产还有钱财相关的一张卡牌。那我觉得你最近可能需要注意的东西，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有关于你的钱财方面，或者是你的财产。那有可能是房地产也有关系哦，或者是你的像住屋贷款啊，或者车贷啊相关的。这张钱币2呢，它是关于这件事情的现状。我觉得现状呢，你看它现在是一个蟋蟀走在一个绳索上，所以我会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刚刚好可以 cover 你的收支。或者是某一项支出，就是其实它是有点在你的预算里面算是已经是最大化，就是刚刚好，再多一点可能就会让你失去平衡的一个项目，一个科目。那这个你可能要稍微自己想一下。那接下来这张恋人牌倒着呢，它会有2层意思哦。一层是有可能你今天的这个钱财上面的一个状况，有可能是跟你的，例如说可能跟你喜欢的人，或者是跟例如说可能跟你的另外一半有关。那有可能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或是他捅了什么篓子，需要你去帮忙，需要你去协助处理。或者是你最近用钱有点太松散，不够精明，不够小心。那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你可能这个平衡会爆掉，但你自己要小心一下。就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拒绝，就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拒绝你，就觉得他这样子，例如说可能被讨债啦，或者是可能付不出来，会有一些，就是你自己也没办法放着他不管吧。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可能要多小心一点，或者是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那如果只是因为你最近在花钱上有一点比较太放松，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的精打细算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自己要想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该买，或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值得你花这么多的钱。虽然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很想要买这样东西，你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你可能再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会让你失去一些平衡。那建议其实很明显哦，它就是魔杖随从。魔杖随从就代表就是你不要开始，你不要就是上了这个贼船，你不要开始。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就是不要任何行动。那我看到这张我会想，
会不会是有一些诈骗的行为出现在你周遭？你自己可能要稍微再稍微审视一下自己旁边周遭有没有感情诈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像什么保险相关的诈骗，各种诈骗，你可能要多小心。因为他的建议就是你总之不要去买，不要去跟，只能这样子你才能保护自己。OK， 那你自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其实因为我觉得年关将近了，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自己的，就是除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啦，就是也要小心自己的财产不要被一些人给骗走了，或者是为了支撑别人，然后反而自己被拉倒了。我觉得那样子其实有点不值得。我不是说全部不要帮，或者是真的就是见死不救，但是我会希望你是有分寸的，而不是就是把自己也弄到万劫不复这样子，好吗？ OK， 好。那虽然很简短，但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祝福你一切都可以很平安顺利。OK， 拜拜。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草莓夹心饼干的朋友，你最近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看看哦。那我们先从雷诺曼牌里面抽出一张主题，就是关于怎么样子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事情需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来确定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件，什么样子性质的一个事件。OK， 那接下来我们用塔罗牌，抽出有关于这件事情的现状，跟之后会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危机。那面对这个危机，解决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障碍？那还有宇宙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看。让我们看一下现状，这件事情它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危机？那会有什么样子的障碍？最后一张建议。我这一张再出一张补充牌哦。
这个也再出一张补充牌。好，我们来解牌。先来看一下我们是最近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哦。那出现了 The House， 那 The House 的话呢，那就是家庭啦。所以有关于家庭家里的一些人事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现状，现状其实感觉就不是很好了耶。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如果你是就是你已经是个大人了，那你是不是跟你家里的其他成员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合的状况出现？那而且我觉得是就是已经闹到心里面有一点戒隙，就是已经有点戒隙，就是不太想要再去遇到这个人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你可能想到要跟他联络，或是就是过年还要再见到他，你就觉得会有压力的那一种。那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就是例如说你还是学生，那我会觉得可能你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例如说跟自己的叔伯阿姨有一些争执，不一定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稍微评断一下。总之就是有关于家里面的人际关系有一些状况，那之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其实这是危机就是这两张牌其实很明显都是无作为，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两张我会有点觉得是冷暴力，就变成说其中一方可能就例如说完全不沟通，完全不想要去见到对方，就避开。然后或者是说对方找你做什么事情，或是你找对方做什么事情，就是装死躺平，完全都不想帮忙这样子。对，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哦。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会有点就自暴自弃了啦，就觉得那算了，反正好啊，大家都听，例如说大家都听他的，那也没有人相信我，那就算了，那我就之后都也不用再好好做事啦，这样子就是有点呈现自暴自弃，或者是就是就躺平了，什么都不做，那我就都不要来找我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情况事实上是会更恶化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哦。OK。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障碍是什么？障碍是圣杯女王。圣杯女王本来是一张很好的牌，但是它出现在这里代表什么？就代表说你们一定就是这个争执不和的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太介入对方的生活了，管太多，或者是太关心对方，导致对方可能做事绑手绑脚，或者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无法用自己的做事方式去处理，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就是有点太过保护，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帮太多了这样子。OK， 好，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稍微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自己还是对方。那如果是自己的话，那可能要稍微收一点这样子。那建议呢是魔杖随从。那魔杖随从呢，我觉得有2个点可以跟你提，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会希望你放开你的心，你先把重心，或是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优先排在最前面，你去执行。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以往你可能会把对方家人摆在前面，但现在我觉得你就是回归到以你自己为核心去处理。
那我觉得这样你会比较有行动力，而且也比较不会觉得就是生活很厌恶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来一个小旅行，如果你的条件许可的话，就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个小旅行。如果你就算没有办法去比较远的地方旅行，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例如说可能去就是例如说家里附近的咖啡厅坐一坐，或者是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或者是说就是去朋友家串个门子这样子，去找朋友聊个天，玩个游戏什么都好，就不要待在你现在的空间里面，就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其实有点尴尬，然后觉得不愉快不合，但是真的不要就是弄到就是两边都冷暴力，然后两边都无视对方，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那甚至就是对方跟你说什么就躺平，或者是你跟他说什么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在听你讲话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沟通被截断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很好，只会恶化。那优先自己，然后善待自己先，我觉得会比较好。OK， 虽然有点简短，但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